美中大战，川普认怂了吗？川普居然同意开放辉达第二强大的 H200晶片给中国，而中国呢，高高在上，一副极高冷，过去你不卖，现在我不屑。同一时间，你看到他们释出了一连串，哇，你真的只有哇哦，超完美复制电影《钢铁擂台》的人形机器人飞踢老板，奔跑破门。手眼协调极其流畅，难道江湖的传闻都是真的吗？华为算力全面起飞，中国机器人大跃进了吗？我们看到这些机器人好像都非常厉害，你看有人形机器人，还会武功，还会竞技这样一个。我跟他讲，没有辉达之后，这个机器人就变成是机器而已，它也动不了。为什么？因为它需要辉达的晶片。机器人变机器人。对，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个辉达晶片对中国非常重要？这几天不是川普同意辉达出售 H200晶片给中国吗？对不对？然后华府的这个智库进步研究院就说了，如果 H200真的能够出口的话，中美在 AI 算力的差距呢，可以从原本差10倍缩小到只有5倍。好，那我们讲，原本这个美国只能出 H20嘛，对，那 H20跟 H200的话，H200比 H20大概快5倍左右，所以算力的差距的确可以缩小。彭博就说，虽然川普已经开绿灯了哈，他是因为认定华为已经推出性能相当的这个 AI 系统哈，那因此认定此举带来的风险系数比较低。好，因为主要没有错，华为现在有一个叫 Cloud Matrix 的384，那对标是辉达 NVL72。不过问题是它的产量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状况。好，另外一个就是，所以它产量根本不足。另外一个，中国外交部就说，哎呀，我们注意到相关的这个报道啦，然后还传出来说，这个是 Financial Times 说的，说中国正在讨论是不是限制企业使用这 H200啊，用这样来推动本土 AI 晶片的这个研发。你还限制啊？H200是仅次于 Blackwell 第2块的 AI 晶片，算力第2强大。是你华裔都不会呼啊，你还爱要不要的？我跟你讲，他就是嘴巴说不要，但其实呢，厂商也都已经要去定了。要贵给谁？对，没错，就是这样讲。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嘛，一开始我们不是就说嘛，他们机器人真的非常厉害。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深圳的这个重型的人形机器人，代号是 T800哈。那里面你看，他跟他对打是谁？跟他对打就是重型机器人他的老板。就老板跟他对打的时候，你看一脚就把他 CEO 踢飞了。那 CEO 踢飞的时候，那个 CEO 马上爬起来就说：“哦，如果我没有穿护具的话，一定一脚就被他踢到骨折啊！”哦，你看对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开心啊！好，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任何动作，你仔细看，他动作其实非常流畅。你看他跑步的这个动作来说，其实是相当的好的。另外，因为他要发展成这个人形机器人，他标榜说，你看我能做非常多动作，所以他在网络上面披露说，他可以什么轻松的这个踢破门呐，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凌空的跃起啦，还有多次这个连续的这个回旋踢啊，然后还可以完成这个手力这个人形机器人所谓前空翻科。那个像不像一个真人悬空？对，空踢，你有没有看到？对，你看他的动作看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流畅。那你看还可以，我们不是看过钢铁擂台没有？对，钢铁擂台不是那个人形机器人，他就看着教练的这个脚步在学吗？他就这样，你看，他就有演出这个钢铁擂台这样子，然后就你看上面是钢铁擂台，下面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故意用给你看，说你看美国的钢铁擂台在我们中国能够实现哪一个状况啊？怎么可以这么样子的，如此的高？可以讲就复制贴上了。是，我们上个礼拜还在笑说，是人家特斯拉的机器人如此的丝滑柔顺，对，他居然也做到了。对，没错。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不是只有重型机器人，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智源机器人。好，智源机器人来说，它发表这个工业级的机器人叫精灵 G2 的这个代号哈。是。然后他又说，你看，不是全世界首款什么10字腕力的这个控臂啦，然后实现所谓3D 触觉的感应啊，然后附给这个人形化的这个操作能力，他还展示一个看，他说，你看用鸡蛋。你看鸡蛋在哪的时候，他说你看用鸡蛋，然后用手臂，然后我可以完整的让这个所谓的蛋壳可以完整如缺。所以这个人形机器人，你说它不像人，不，重点在它的手，对，手指的关节的灵活，居然可以如此的高度拟真人类啊！对，没错，它的这个自由度非常多了。当然我们仔细看啊，它可能还是不如这个 Optimus 的这么精细，但是它中国已经追上了这个 Optimus 嘛，对，好，对。那我跟他讲，哇，中国你看智勤这么厉害啊，然后智源这么厉害啊。美国完蛋了哦！那我跟他讲，真的完蛋吗？我跟你讲，事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的机器人，我就说，机器人要有什么东西？你要有那种零组件啊。那零组件其实呢，这个进入门槛当然不低，但是其实上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它要有那一颗运算的大脑。就像你知道吗？这个重型的这个机器人跟资源的机器人两个的搭配的这个晶片就是这一款。这一款是之前的这个黄仁勋所发表的 Jason Sold 专门用在机器人的，他们两个就马上用了。
的哈。所以因为有这颗大脑，所以机器人才能完成的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才说，没有这个机器人的话，你什么都没有这个Jason Zhou的话，你机器人什么都不是。那你知道，甚至他们发表机器人的时候，都还邀请了辉达中国区的这个副总裁来出席啊。所以等于说，他们就知道说，没有辉达其实是万不行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你看到的中国黑科技背后都是黄仁勋、辉达的技术在帮他撑腰。可是不对啊，我 H200卖你，你要买不买的一副姿态，下巴抬很高。是，重点是他想要证实，我也有华为，我也有自己的 AI， 但他真的有底气吗？当然了，中国这几天来说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个炒作他们 AI 的这个能力哈，是，尤其是最新的一家公司叫做摩尔线程。那摩尔线程来说的话，它准备要因为它号称是中国版的辉达，它也是做 GPU 的，是，他就说我下个礼拜要发表一款新的这个 GPU 的这个架构，要来对标辉达。好，那这样事实上，你如果仔细看这个摩尔线程的老板，他叫张建宗啊，他其实呢就是一路跟随着辉达，一路学辉达。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到，因为他原本是担任辉达中国区的总经理，是，然后他2020年的时候就离职了，然后开创这个所谓的这个摩尔线程，然后来跟他老东家就辉达对打。好，那你仔细看哦，他非常有意思哦。他要找什么？他知道辉达的技术能力嘛，所以他找了一个辉达的人呐，还有英特尔的人呐，AMD 啦，还有微软工作背景的 CPU 团队，号称的确是这个GPU 团队，号称是的确中国研发实力是蛮不错的。就最好的学习曲线就是砸钱挖人，对，没错，他挖得到辉达最聪明的脑袋。重点是能够打造出可以比肩辉达的 GPU 吗？目前没办法比肩。不过呢，他怎么比肩呢？他是穿着比肩黄仁勋。你仔细来看哦，他在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他还穿着黑色的皮衣，对，然后手举的这个辉达的，你看这黄仁勋不是拿一个辉达的，他也学这样，所以等于说他至少我产品至少我会不会跟上不知道。我的穿着，我长相要先像黄仁勋，先像黄仁勋这样，气势要像黄仁勋。是。那我跟你讲，为什么中国会注意到这个摩尔线程？因为他前一阵子在中国 IPO，他是申请了中国的科创板的这个 IPO。对。我在讲，中国也刻意要扶植他，为什么？因为是按照中国正常的程序呢 ，IPO 如果商业版的 IPO 程序大概1年多，可他给他158天就让他上市。对。而且你知道上市一天的时候，他那一天的涨幅高达500%。而且你知道它市值一口气突破3000亿人民币，3000亿人民币什么概念？你乘以5是1.5兆，对，台币1.5兆台币。军翔，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比我们的富邦金控跟这个国泰金控都要大。请全国的力量养出来的中国辉达。好，那你知道它到目前为止来说，它有没有赚钱？它一点钱都没有赚。所以呢，他就是搞成这个样子嘛。好，那我就讲，那你就说啊，那好，我们如果说他没有赚钱，没关系，我们来看看说他到底实力怎么样。是，他就说他有一个摩尔线程的 MTT 的这个 S90的这个晶片，那这个晶片就是要对标这个辉达的这个 RTX 4060。事实上，这个就是用来竞技游戏用的了哈。然后竞技游戏用那么好，我们用这个算是比较低级，这还不是这个 AI 用的哦，这是竞技用的哦。对，他就说，我们现在呢，我们所有的功能都不错，可是人家仔细去看，你只有在中低款的这个游戏。用图形不会那么复杂的时候，你的确可以对标到，对标到这个 RTX 4060，但是比较复杂一点的画素帧数比较多，你就完全不行了。所以就说，而且它的稳定性，它可能时好时不好，时好时不好。对，然后那个没办法兼容，因为辉达是可以兼容大部分的游戏，它没有办法，所以等于说它号称是中国的辉达。我跟他讲啊，这个人长得是很像，但是整个产品是完全不像。不要以为穿了皮衣你就是黄仁勋了。我穿这样我也是黄仁勋吗？当然不是嘛。好，所以我就说这个摩尔线程还差得很远。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华为来说，事实上应该厉害。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华为事实上任正非这几天有出来说话，是他说了未来10年的总算力要增长这个10万倍。然后华为也发表这个智能世界2035年的系列这个报道，他展望未来10年，他又讲到，事实上任正非有说到一个通讯的确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一直在讲什么光通讯？我觉得华为也有讲到这一块，那这个的确是未来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好，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华为呢要生产所谓的升腾系列的这个晶片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吗？为什么美国要开放这个 H200？就是说，他们觉得华为升腾的这个晶片呢，好像产能蛮大的。你做到哪里，你研发到哪里，我就卖你到同等级。好，那现在目前为止，港媒是说它可以出货70万颗。是，事实上美方原本预估大概是顶多是30
万颗左右，量出不来但是没想到，耶你量那么多，比对美国预估多，所以美国是不是担心说，你那个量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cover 中国的需求？然后到2026年的时候，中国 AI 的产能呢会扩充到当前的3倍。对，那当然了，为什么要扩充这么多？我想他们现在有几个方法，就是命令这个中芯半导体，对，还有其他的中国半导体，你全力支持华为就对了。反正即使良率再差，你也要给华为做。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确是倾全国之力在撑华为这家公司。不过我跟他讲，实际上你要说一个晶片，一个 AI 晶片，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我跟他讲，晶片来说的话，当然有 CPU 加 GPU 2个是这个晶片的这个核心，对，然后再加上一个 HBM，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这个部分。好。这个 CPU、GPU 或许你华为能够做，但就 HBM 来说啊，目前为止变成是卡住它脖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海力士跟三星呢？对，没错。为什么这样讲？目前为止来说啊，中国没办法量产 HBM， 所以呢，华为现在拥有了 HBM， 它是做什么？怎么来的呢？就像你知道吗？它是几年前买的，它跟这个三星啦，然后跟这个所谓的海力士买了一大堆，对，那囤起来，反正我就用在我的这个 GPU 上面，我的 AI 晶片上面。结果没想到，它今年呢，到2025年底的时候，它所库存的 HBM 全部都没了。那全部都没了，那怎么办呢？那事实上他们就说，没办法，我们现在要赶快找我们相关国内，也就是长兴存储嘛，哈。那长兴存储来说，我跟大家讲，长兴存储目前的这个竞争力到底是多少？我们先跟他说，目前为止的海力士是 HBM 约莫可以来到这个3跟4左右的一个数字。那三星大概是3，那美光也是3。那这个目前为止来说，长兴存储大概是2，打个问号，就是2它还做不出来。所以你要看，你现在主流产品你都没有，你还要连2你也做不出来。上代的。对，所以它现在其实没有办法。中国现在用的方法是用DRAM 呢去取代 HBM， 可这个技术其实有非常大的难度。所以变成说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中国是完全被卡住脖子。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HBM 你也没有 HBM， 你根本没办法做。所以来讲嘛。我觉得这个其实呢，这个所谓川普他意识到，就是我也不怕你，反正呢我卖给你，你要么不买随便你，随便你，反正你今年的年底的时候，你的晶片呢大概的 HBM 就消耗完毕。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